还真的有妈妈带着宝宝一起挖煤的。拆迁办主任香槟，二胎也是遇到硬茬了，这应该就是打不过就加入的真实写照吧。曾经的香槟也是妥妥的白富美，即便是带那么爱挖煤的香果妹妹时，也都是白白净净的贵妇形象。再看如今为了抓香山这个废头子，把自己搞得也是灰头土脸，这看起来甚至比香山还要脏。而他的宝贝女儿香果，现在已然蜕变成了白白净净的大家闺秀模样。想当年香果作为挖煤骨干，总把自己整得脏兮兮的，像个黑熊一样。香槟看着他走向自己，心里都犯怵。但香果这个捣蛋鬼，还故意从妈妈身上蹭过去。香果走过后，香槟的肚子上都多了几块泥巴。那时候别说香槟嫌弃香果，奶爸收香果回家都感觉无从下手，最后还是奶爸骑着香果回去的。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香槟十分嫌弃的把香果推到沟里，把香果按在水里洗澡。可见那时候的香槟还是很注重自己的个人形象的。但其实香槟从小就很活泼，是基地有名的拆家小能手，什么木架在他的手里都活不过3天。由此可见，之前他带香果妹妹时有可能只是伪装，现在和香山在一起才彻底放飞自我，享受挖煤带来的快乐。香槟现在已经17岁了，不知道香山是不是他的最后一胎。曾经的香槟也是假运天团的副团长，每年都骗吃骗喝，但是肚子一直都没动静，直到他13岁那年遇到了西部战神公仔，才有了香果妹妹。然而他们的假运天团的团长18岁的亚仔，据说在今年也成功的当上妈妈了。今的二姑奶奶喜乐果然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那是能动手的时候绝对不会动脑子啊。喜乐的冯奶爸经常会给他制作各种蜂蝹，特别是用葫芦制作的漏食器。老冯经常是忙活半天给葫芦上掏个洞，然后把小零食放进去，想让喜乐开动脑筋取出来。这是老冯幻想的自家闺女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情绪稳定且有耐心。这是现实中喜乐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那是3秒没出来就开始急眼了，然后抱起葫芦，双手扒着洞口，试图暴力拆除。老冯看到这也干脆摆烂，拱着火让喜乐使劲儿，要使劲，使劲。二姑奶奶也从不让老冯失望，不到10秒钟葫芦就从中间应声断开。制作2小时，拆除1分钟，老冯也只能无奈的给自家闺女竖了个大拇指。还有一次是老冯想锻炼喜乐的后置力量，用竹竿顶着竹篮，想让喜乐站起来取小零食。二姑奶奶肯定不会按套路出牌，只见他站起来把插在竹篮里的竹竿薅掉，然后一手按着木桩，一手扒着竹竿，用嘴直接把竹竿从中间咬断了。所以说老冯，我劝你省省吧，二姑奶奶能是你说锻炼就锻炼的熊吗？喜乐的拆家能力肯定是不用怀疑的，不管大件小件都能拆得稀碎。他原来有个大躺椅，有天半夜加班就给干掉了。这个小船也是，据说是为了端午节准备的，但是小船压根就没活到端午那天。喜乐11岁生日，老冯更是花了好多的心思。在喜乐出场前，老冯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跨马定乾坤。”等到喜乐出场后，我那弄了一晚上那个竹简，你霍霍那个行，你别霍霍竹简。反正二姑奶奶是不是武能跨马定乾坤不清楚，但绝对能拆到老冯心态崩溃。后来感觉老冯的制作速度也是赶不上喜乐拆的速度，他已经开始逐渐摆烂了。喜乐把这个竹椅的前腿拆了，老冯也不修了，直接把小竹椅架到了小马上面，改成了马车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已经开始佩服老冯的创作能力了。秦华才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他分明就是地主本身。看着豪华的外场，是他那背靠2位金主爸爸的老爹也不曾拥有的。别的小熊巡视场地10几秒就能转个遍，而秦华巡视场地差不多2天才勉勉强强看得完，这妥妥的就是山大王了。秦华在山上饿了就吃自助餐，渴了就喝清澈的溪水，实在是想喝盆奶了，就下山找奶爸要。这简直就是大熊猫圈养界的天花板了。试问有哪只小熊不想拥有这样的大别野？所以游客来看秦华，能不能见到本熊都得随缘，毕竟他的奶爸想看他，有时候也得等上2天。即便是运气好，秦华没有上山，那也很考验游客的眼力和手机的性能。即便是已经放大15倍，也只能看到秦华的小脑袋。巡视完山头，秦华有时候就在他超大的前场荡秋千，这歪着脑袋的样子真的太治愈了。因为秦华随了妈妈，嘴巴上长了几颗美熊痣，看起来略显成熟，但他其实也只不过是个刚过完4岁生日的小宝宝。秦华甚至比花花还小了3个多月。小时候的秦华因为墨水太足，嘴巴黑黑的，网友就给他起了个特别可爱的外号，叫做小口罩。小时候的小口罩看起来就要比同龄小熊更加成熟，所以别的小熊都是靠着可爱卖萌出圈，只有小口罩打小就是靠着成熟出圈。而长大后的秦华看上去憨憨的，像是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但其实是遗传了他老爹7仔。看这小眼神就知道，那花花肠子肯定多着呢。
而且秦华也是7载的孩子中唯一遗传了他棕色毛发的。秦华的后肢在太阳光下能看到棕色的毛发。秦华除了拥有超大外场，他还拥有一个超爱他的金主爸爸盼盼。自打秦华成为了面包王子，这小脸长得也越来越像发面馒头了。而且金主爸爸还为秦华开设了专门的账号，并雇了专门的摄影师来拍他，每天都要显摆自家的大脸娃娃。不得不说，秦华才是真正的熊生赢家。熊猫蕊蕊带娃到底能有多火？日常上演360度旋转摔。这天，蕊蕊兴冲冲地爬上树，和挂在木架上的闲闲仔打闹，结果一个不小心，闲闲仔就从树上掉了下来，空中转体2周半，落地一点水花都没有，真的是十分标准的跳水动作。还有一次，蕊蕊在和闲闲仔玩你追我赶的游戏，本来一切都很正常，结果蕊蕊追上闲闲仔后，直接就把仔按在了地上，然后一屁股骑在了仔的身上。这操作也真是惊掉了大家的下巴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还能抱着闲闲仔连环摔，这难度也是相当高了。而且蕊蕊很爱给闲闲仔洗澡。这天，蕊蕊800里加急向着儿子冲过来，虽然闲闲仔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妙，但显然已经来不及逃跑了。只见蕊蕊叼起闲闲仔，丝毫不带犹豫地走进水池，用2秒钟的时间给闲闲仔洗了个澡。还有一次是闲闲仔欠欠的去找干妈，也不知道蕊蕊那会儿在想啥，那是咬住干儿子的头套就往水池里拖，闲闲仔挣扎着往外跑，过程中还挨了蕊蕊干妈一巴掌。即便是这样，蕊蕊自己还气得兔子跳，像是在吐槽自家孩子不爱洗澡。正是因为蕊蕊带娃太抽象了，也就闲闲仔愿意和她疯，自己的亲闺女都躲着她，特别是吃饭的时候，毕竟在蕊蕊眼里，干饭的时候不讲亲情，自己手里的永远没有孩子手里的香，即便是地上还有一堆，蕊蕊也只想抢孩子手里的。也正是因为蕊蕊仔知道妈妈的脾气，所以这天本来她正和妈妈一起干饭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叼着笋笋就走得远远的，藏在树后面吃。而愣在原地的蕊蕊反倒是一脸的委屈。蕊蕊和孩子们玩毛毛虫玩具的时候更好笑了，不知道已经翻车过多少次了。因为蕊蕊总和孩子抢玩具，气得自家闺女都想动手打她。蕊蕊还戏精附体捂着脑袋，最后的这个委屈巴巴的眼神就更绝了，反倒是像她才是被抢玩具的孩子。不过蕊蕊自己也还是个大宝宝，他们一家3口的日常真的太搞笑了。会有其3妹这么可爱的小熊啊！这天她越狱被墩墩外公抓包了，被外公抱起时，自己还不好意思的捂住了眼睛，这小模样真的是萌化了。也难怪姨姨们会见一个爱一个，他们在路都走不稳的年纪，就会撒娇卖萌拿捏人心了。别说是网友们被他萌翻了，就连每天照顾他的墩墩外公都被他可爱到情不自禁嘴角上扬。自从有了其3妹，墩墩脸上的微笑就没消失过，看他自豪的模样，就像是其3妹是他亲生的一样。毕竟墩墩现在是全网都在羡慕的男人，而且其3妹给人的感觉，打眼一看就是软萌可爱的小女生，蓬蓬脸水滴眼，就连小脑袋都是爱心的形状。即便是她趴在毯子上睡觉，只能看到她的背影，一股一股的小肚子也能让人变得柔软。这种治愈的感觉真的直击心灵。小年纪的其3妹还会和大家玩起躲猫猫，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也是被她拿捏了。因为现场的游客看到其3妹，通通秒变夹子音，所以就连她自己也很好奇自己的美貌，孤勇着爬到了玻璃围墙前，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盛世美颜。看得出小家伙对妈妈给自己的这张脸也是很满意。虫洞也是很传奇，生一胎火一胎，从梁月鱼宝鱼贝到大4喜小4喜，到于可于爱，再到芒小五，包括今年新鲜出炉的其3妹，没有一胎是默默无闻的，而且他们也是个个身怀绝技。即便是不满4个月的其3妹，也已经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。她还跟隔壁表姐于爱交流了拽姐养成记，已经开始练习雕树枝了。她还想把多余的部分掰掉，用力到小屁股都在颤抖，很难不怀疑是爱姐教给她，要从小练习耍帅技巧，长大后才能在大家的欢呼和掌声中表现得更加从容。真的很想知道，软萌可爱的其3妹会不会也能变成雷厉风行的拽姐呢？